竟是何身份，胆敢夜闯天外楼？不好，谁？这二人修为不低。 说多少遍了，不要直接来这儿找我！这么肆无忌惮，会给我招来麻烦。李峰主，你让咱兄弟俩一顿好等啊！李劲松，竟然是他！二位受累，最近门派内关系错综复杂，李某也不得不谨慎一些。你夫人的病情要是能等， 我们自然不着急。怎么不急？相爷连连催问你何时候动手，要是再推迟的话，恐怕……天外楼9峰1元，仅凭我索云峰1峰之力，大事难成。不过，请传告大人，我有重大发现，乌云良暗中在联系铁云的人，恐怕已有所行动。看来他乌云良是铁了心要和我们大赵作对。大赵。 李劲松居然也和大赵有勾连，怪不得前世门派覆灭时，索云峰却按兵不动。原来李劲松这老小子早就暗中背叛了天外楼。这是第5相爷赏给你的水晶灵芝3生丹，能够缓解你夫人的病情。李峰主，为了你夫人，也要早些动手。到时候别说是上等灵药宝器。 就连天外楼的一草一木，都是你的。李某自然知深浅，珠峰大比在即，就是个好时机。记着，第5大人在盯着你。第5轻柔果真名不虚传，安插了那么多眼线，精通谋略，布局缜密。 胆子不小啊！敢偷窥索云峰峰主的秘密，疏忽了。走为上策。刚才那家伙，他好快！太爷饶命！我真的什么都没听到，就算听到，我也无条件支持大赵，支持李师叔。不瞒您说，我跟李师叔公子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弟，宝剑和拐杖都共用。满口花言巧语，石千山没少被你忽悠吧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不看，我看了，我人就没了。 让你看你就看。啊，乌掌门，弟子多有冒犯，还请掌门宽恕。刚才你都看到了，那2人隶属于大赵金马骑士堂，乃是大赵宰相第5轻柔所辖，一个专营暗杀、颠覆、收集情报的绝密机构。金马骑士堂，大赵居然把手伸到了天外楼。第5轻柔和李劲松暗中联络已久，我盯着这个叛徒，整整5年。5年？这么久？楚阳，你若是我，像这种局面，你要怎样应对？啊，弟子愚钝。不用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探说无妨。依我看，掌门应该趁早剿灭那剑，否则外敌一至，天外楼将会像一盘散沙，不攻自破。当然，索云峰弟子100余众，肃清李劲松，还需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才能服众。老夫正有此意。我表面让李劲松负责珠峰大比，暗中则另作筹划，想借比武削弱他门下弟子。楚阳还有一事不明。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！
天外楼只是江湖门派，若表面对大赵阿谀几句，暗中与其保持距离便是了，何必非要与其对着干？老夫也未尝没想过委曲求全，甚至想让出掌门之位。但第五轻柔真正想要的，只是天外楼不断内斗，从而影响到战局，吞并掉铁云国，最终一统下3天。可，天外楼不过区区武林门派，如何能影响国与国的战争？第五轻柔暗中操纵各大门派内乱，若门派覆灭，习武之人为求活路，只能投奔强者，充当死士。大赵的金马骑士团便是这样壮大的。大赵好歹毒！不仅索云峰，9峰一员中与大赵勾结者还有3人，天外楼早已上下被渗透，岌岌可危了。看来是千山之死并不能逆转天外楼的覆灭。若是历史不能逆转，师父和丹丹还会有性命之忧。那千武岂不是这一世里还要再死一次？不能接受。以你的才智，若想守好天外楼，可有办法？以攻代铁防守，联合铁云国，制衡大赵。老夫果然没有看错人。如今铁云国君铁士成常年重病，国事都依赖于太子铁普天。此人虽然年轻，却颇有胆略，独立支撑铁云，与大赵第五轻柔相抗衡。怪不得在明面上，铁云大赵还相持不下。可暗地里，第五轻柔先后派了20几波杀手行刺铁普天。虽然被铁普天都躲了去，可一旦铁普天身死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天外楼也难逃灰飞烟灭的结局。如此说来，铁普天变成了关键之人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派乌倩倩前往铁云，跟在铁普天身边，借此换取铁云忽悠我天外楼。乌师姐，可这铁普天身边势必凶险，您就不担心吗？我当然担心，可也只有倩倩去，才能向铁云表明我的诚意。天外楼弟子众多，但能当大任的却没有几个。石千山的死也算意外。原本我打算培养石千山，竟不知此人如此自私，毫无底线。派他去，很可能转手就把铁普天人头献给大赵了。他现已身故，我想委于你一个重任。我？你虽然不是内门弟子，在维护师门这点上，却比诸峰大弟子们都有担当。而且你头脑缜密，又会为他人着想，不仅是潜入铁云的最佳人选。倩倩与你有个照应，我也能放心。如此也好。9节前第2块碎片就在铁云，时间也提早了许多。谁说苍天不可逆？我楚阳偏要逆了他。此事关系着天外楼乃至下3天的未来，楚阳，你不妨好好想想。楚阳，此事关乎天外楼存亡，弟子义不容辞。弟子愿意去铁云和巫师姐配合，支持守护铁普天。只要铁云不垮，大赵就无暇对天外楼进一步侵害。不过，弟子有一请求。你说，我尽力帮你。弟子目前修为尚浅，想去历代内门弟子历练之所提升修为。寒冰之壁，以你目前的根基，难以抵挡那至阴之寒，恐怕……您放心吧，弟子从小火力就旺，还请掌门成全。哎，你有历练之心，提升下也好。明早你独身一人来聚云峰，我在祖祠等你。切记，第五轻柔眼线已深入门派，此任务甚为机密，多一个人知道，你就多一份危险。弟子谨记，谢掌门。计划提前了。
楚阳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事不宜迟。寒冰之壁，寒冷彻骨，每次只能一人出入。即便你在里面遇到了危险，我也无法援助你。楚阳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师傅？师傅，老妖，事关天外楼的生死存亡，是我让楚阳保守秘密，没有告诉你的。你真的要派楚阳去？楚阳不过刚突破50，修为火候不够，现在进入这寒冰之壁，恐有生命危险，还请师兄斟酌。老妖，天外楼弟子虽多，但能担当大任却寥寥可数，我没得选。当师傅的，自然要保护徒弟安危。师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，可楚阳不光是为了得到剑剑，也是为了你和谭谭的未来。你还在这里磨叨什么？赶快去把剑剑取来！管他天伦还是大赵，都给我统统化为齑粉！剑魂，你吵什么风？我忍不了你磨磨蹭蹭，忍不了孟仇然的婆婆妈妈。你放尊重点，不许说我师父婆婆妈妈。杨儿，你说谁婆婆妈妈呢？我，徒儿去意已决，还请师父成全。哎，你可知乌云良此次出去要派你作甚？你又可知为了这任务，你在天外楼的所有痕迹将被全部抹去？这一去，你将孤立无援，九死一生啊！徒儿知道，为了您，为了谭谭，为了天外楼，为了下3天苍生，徒儿无悔。既然楚阳想要为天外楼身先士卒，你也不要阻拦了。你切记，要在1个时辰里出来。杨儿，要小心啊！老妖，看来你对徒弟还不如我了解。楚阳的言谈举止，生来就是做大事的人，岂能被你困在紫竹园里？杨儿，寒气森森，我却感觉不到。这里的确是个修炼的好地方。这里，就是这儿。你让我进去？寒冰之壁只能1个人出入，不要违背组织。老妖，别冲动，让开！你的修为何时突破了剑宗境界？说起来，还多亏楚阳偶然间提点，让我突破瓶颈。那我就切磋一下吧。
天下又何妨？深埋不改，凌睿智，一句风云，便是皇。所以，这才是剑尖归位的真正样子吗？不错，而且在你和剑尖相合之时，老夫已帮你把修为升至武士3品。不信你试试。连升2品，真是双喜临门。不光拿了剑尖，居然连修为也跟着提升，这便是9阶间的认可吗？这都多亏老夫，让你离上3天更进一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要这9重天再遮不住我的双眼，我要这命运只掌握在我手中。寒冰绝神掌，比几日前的掌力还要深厚。禀告师傅、掌门，这寒冰之壁果然奇妙，弟子在里面修为得到突破，现已是武士3品。居然在短短1个时辰内修为连跨数品，果真是个练武奇才。老妖，你呀，别限制你徒弟的发展了。楚牙，事不宜迟，你尽快前往铁云与倩倩会合。记住，一定要保护好铁云国太子铁补天的安全。掌门放心，弟子一定办到。铁补天少年才俊，是个明智之人，一直以来任人唯贤，不是依靠花言巧语便能糊弄的。到了铁云，能让他信任的办法，只能靠你自己想。还有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切莫逞强。你的安全同样重要。